Hello， 各位好，我是 Reas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2020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有一個畫面真的讓人覺得非常的矛盾。一方面是超市裡的貨架空空如也，很多人連一瓶牛奶都搶不到；但另一方面，你轉開新聞，卻看到酪農們把成千上萬加侖的鮮奶就這樣嘩啦嘩啦的直接倒進水溝裡，這看着像是一種浪費。但其實，這個強烈的對比揭開了我們全球供應鏈底下一個非常深刻而且脆弱的真相。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拆解一下牛奶大傾倒這個事件背後的系統性問題。這句話是來自一位叫做傑森·利德爾的美國酪農。那想想那個畫面，他每天辛辛苦苦照顧480頭牛，結果卻接到指令，要他親手把自己生產的4700加侖，也就是快18000公升的鮮奶全部倒掉。他形容那種感覺是五臟俱焚。這不是什麼冰冷的經濟數字，而是當時無數個像他一樣的生產者最真實也最痛苦的心聲。4060萬加侖，各位，這是什麼概念？這是在2020年的4月，單一個月裡面，整個美國倒掉的牛奶總量，這個規模真的非常驚人。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真正要問的核心問題。明明市場上那麼多人想買，需求這麼強，為什麼生產端寧可把好的產品給毀掉，也不把它送到消費者手上呢？這個答案就藏在我們整個供應系統的斷裂點上面。好，第一部分我們先來談談這個牛奶的悖論。什麼是悖論？就是搶購跟浪費這兩件事情同時存在。這聽起來很矛盾，對吧？但它卻真實的發生了。我們先從需求端來看，大家到底多想買牛奶？根據尼爾森公司的數據，消費者的需求可以說是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跟前一年同期比起来，在2020年3月，光是牛奶的零售額就飆升了53%。那油更誇張，暴增了127%。起司的銷量也大幅成長了84%。這些數字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市場需求不僅是真的，而且還非常強勁。好了，既然大家這麼想買，需求端沒有問題，那問題到底出在哪？症結點肯定就在供應鏈的本身。這就引導到我們下一個關鍵問題：這個平常看起來運作得很順暢的系統，究竟是在哪個環節突然就斷掉了？答案就在於供應鏈的內部結構。想要理解這個斷裂點，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概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故事，兩個廚房。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說，在我們的經濟體系裡面，其實一直都存在着兩條平行運作，而且平常不太互相往來的食物供應鏈。這兩條供應鏈服務的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廚房。這兩個廚房，經濟學上有個專有名詞，一個叫做家庭外餐飲，英文簡稱 FAFH， 另一個叫做家庭內餐飲，簡稱 FAH。很簡單，FAFH 指的就是我們在外面吃的，像是餐廳、學校食堂、咖啡店、飯店裡面的所有東西。而 FAH 呢，指的就是我們從超市、菜市場買回家，自己煮來吃的那些食材。在疫情發生之前，這兩條供應鏈大概各佔了美國人食物花費的一半，可以說是平起平坐。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疫情一來，各國開始封城，餐廳、學校、辦公室統統關門，這直接導致了一場災難性的需求大轉移。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在2020年4月跟前一年相比，大家花在家庭外餐飲，也就是 FFH 的支出瞬間崩盤，暴跌了將近50%，幾乎是腰斬。但同一時間，因為所有人都被關在家裡自己煮飯，花在家庭內餐飲 FAH 的支出反而逆勢上漲了7.3%。我們簡單做個比喻，這就像一個巨大的水管系統，它本來有兩個水龍頭在穩定的出水，一個供應給餐廳、學校，另一個供應給家庭超市。結果疫情一來，供應給餐廳和學校的那個水龍頭，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被人啪一聲完全關死。那所有的水，也就是所有的需求，就突然全部湧向了另一個供應給家庭超市的水龍頭。這就是這場危機的第一層原因，一個史無前例，而且來得又急又快的需求大轉移。好，到這裡我們知道了需求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轉移。但問題又來了，為什麼供應鏈沒辦法應對這種轉移呢？
你可能會想，理論上牛奶還是那些牛奶啊，加工廠把產品換個包裝，送到超市去不就好了嗎？事實上，這就碰觸到了現代供應鏈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它雖然很精實，但同時卻也極度的脆弱。什麼叫做精實但脆弱？其實，在過去幾十年，全球供應鏈的設計核心就是追求極致的效率跟最低的成本。整個系統被優化到像一部超級精密的機器，它沒有任何多餘的庫存，也沒有任何備用的產能。這套系統在穩定的環境下運作得非常完美，但它付出的代價就是犧牲了彈性。所以一旦遇到突如其來的衝擊，這個高度優化的系統就變得非常脆弱，非常容易斷點。我們來看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你就懂了。很多乳品加工廠，它的整條生產線是專門為了服務餐廳而設計的。比方說，它生產的是那種宮崎披薩店用的一大袋10磅重的起司絲。好，突然之間餐廳全部關門了，訂單直接歸零。可是同一時間，在超市那邊，一般消費者需要的是什麼？是那種8盎司、大概220公克的小包裝起司。重點來了，工廠沒辦法說改就改，要把產線從生產大包裝切換成小包裝，這需要完全不同的機器，包括新的包裝機器人、新的貼標系統。這不只是要花上百萬美金的投資，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時間。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一個核心觀念：2020年春天發生的事情，它的本質從來就不是牛奶短缺，而是特定包裝的牛奶短缺。牛奶本身是夠的，但它被困在了一條錯誤的供應鏈裡面，就卡在加工和包裝這個環節，它沒辦法臨時轉換跑道，去滿足另一條通路突然暴增的需求。這就是整個系統斷裂的真正原因。到這裡，下一個問題就浮現了。好，就算沒辦法馬上重新包裝，那為什麼不把這些牛奶捐贈出去，或是低價賣掉，而是選擇最極端的方式，直接倒掉呢？這就牽涉到一個聽起來很殘酷，但卻完全符合經濟理性的決策邏輯，也就是所謂的毀滅的邏輯。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對比來理解這件事。在決定倒牛奶之前，市場的狀況是什麼？是供給嚴重過剩。那供給一多，價格自然就會崩盤，生產者的利潤會變得很薄，甚至會嚴重虧損。但是如果這個時候，生產者們大家一起選擇倒掉一部分的牛奶，那市場上的供給量就會減少，對吧？根據最基本的供需法則，供給減少之後，價格就有可能回穩，甚至回升。這樣一來，雖然他們損失了一部分的產品，但是剩下產品的價值保住了，整體的利潤狀況反而可能因此獲得改善。這裡還有一個關鍵點，牛奶這種東西它非常容易腐壞，它不像穀物一樣可以隨便堆在倉庫裡，它的儲存和冷鏈運輸都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所以當市場價格已經崩盤，你把牛奶運出去的成本可能比你賣掉它得到的錢還要多的時候，從一個純粹的商業角度來看，倒掉它反而是損失最小的選擇。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殘酷，但它是一個基於成本效益計算之後一個理性的經濟決策。如果你以為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那就太小看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了。事實上，疫情也好，供應鏈的脆弱也好，這些都還只是催化劑而已。這一場倒奶危機真正的根源，其實已經默默地醞釀了好幾十年。沒錯，這一句話就是關鍵。疫情的角色其實只是點燃了那條引線，但是那個巨大的炸藥桶早就已經被放在那裡很久了。而放置這個炸藥桶的，恰恰是原本想要幫助農民的政府政策。這一點可以說是整個事件裡面最反直覺也最諷刺的地方。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為了保護酪農的收入，實施了各種政策，主要有3種。第一是設定一個保障收購價，來確保牛奶的價格不會跌得太低。第二是政府會自己跳下來，用很高的價格去買走市場上賣不掉的起司跟奶油。第3種更直接，就是發放現金，直接補貼酪農的生產成本。這些政策的初衷當然是好的，是為了穩定農民的生計。但是他們長期下來產生了什麼後果？就是創造了一個非常強烈的誘因，去鼓勵整個產業生產出遠遠超過市場真正需要的牛奶量。你想想看，因為不管你生產多少，最後都有政府這個終極買家用一個還不錯的價格來幫你兜底。那結果就是市場的價格信號
也就是那個本來應該告訴生產者夠了，不要再做了的剎車機制完全失靈了。經濟學家薛兆豐有一句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他說，美國乳製品供給過剩的真正原因很簡單，就是政府的收購價格定得太高了。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當你用人為的方式把價格維持在一個高於市場平衡點的水位時，供給過剩幾乎是必然的結果。這就導致美國長年以來都處在一種慢性生產過剩的狀態。好，我們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所以2020年的這場牛奶大傾倒，它其實是一場完美風暴。它並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好幾個因素疊加在一起的結果。首先是數十年來政府政策所造成的慢性供給過剩，這是一個大背景。接着是2010年代發展出來的那種極度高效但卻很脆弱的供應鏈。然後2020年3月，疫情這個黑天鵝事件突然出現，瞬間摧毀了半個市場的需求。最終到了4月，整個系統再也承受不住，徹底崩潰，引發了我們當初看到的那個倒奶的景象。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牛奶大傾倒事件揭示了4個環環相扣的系統性問題。第一，市場需求的突然轉移；第二，為了追求效率而犧牲彈性的脆弱供應鏈；第三，看似非理性但卻符合經濟邏輯的毀滅決策；以及第四，最根本的長期政府干預所導致的慢性過度生產。這個故事其實給了我們所有人一個宏大的警示。在我們不斷追求效率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建立了太多不堪一擊的脆弱系統？這不只是牛奶產業的問題，更是我們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